为什么法国在联合国的票多？因为他们在表决的时候总是举起双手。法国现任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欧洲4大经济体之一，在历史上诞生过不少对人类发展影响深远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但是从近代史来看，特别是2战来看，法国根本配不上这个位子。今天的视频呢，就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如法的段子频出，法国为什么在2战投降德国，又是怎么在投降后混上2战战胜国的身份的。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2战的事情呢，还要从1战说起。1战开始后，法国终于有了收复失地的机会。全法国上下，无论什么政党阶层，都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团结。虽然在战场上饱受折磨，但是法军的士兵依然在坚强奋战。为了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为了雪耻，为了法兰西的荣耀，在战场上奋战。终于在付出整整1代人的代价下，德国被打败了，法国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作为胜利者法国的惨景和战败者德国的处境没什么不一样，国内都是一片废墟。作为国家的各个方面都遭受重创，法国想着自己作为战胜国可以让德国赔偿，虽然不能让自己回到巅峰，但至少能把国内局势稳住。但是1战时期的盟友们背叛了法国，他们想要的只是一个各方均衡的欧洲。法国只拿回了自己的土地，德国的赔偿却是1分钱也没拿到。而英美2国对德国大力支援，这让德国在1战后呢能快速的恢复，而法国人只能看着国内的废墟流泪。法国去和英美等国家协商，希望获得援助，得到的却是屈指可数。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背叛的法国，英美想的是通过德国来平衡法国，以取得欧洲大陆的军事。英国除外，英国依然可以做自己的第一，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德国一位落榜的艺考生会带着纳粹德国卷土重来。于是在希特勒带领纳粹德国攻打法国时，当时在1战时期的盟友只有英国站在了法国一边，美国对战事装作看不见，东欧又在苏联的掌握之下。法国想起了在巴黎和会后英美对自己的背叛，在抵抗了40多天后选择了投降。法国的士兵们其实也不想投降，但无奈德军的攻势实在太猛，英法联军节节败退，法国的工业区全丢。法国在贡比涅森林的车厢签署了投降书，这些车厢也是当初德国签署投降书的地方。希特勒认为在此地让法国签署投降书，可以洗刷1战德国的耻辱。根据停战书规定，德国占领法国北部和大西洋沿岸地区，德国的狼群也就在法国的大西洋壮大。法国军队解除武装并且解散，法国支付德军占领军军费，并且将德国的政治难民交还给德国。其他国家投降大都是在打得山穷水尽的时候，在法国投降前，他们还有着完整的军队，法国当时还有着和德国交战的资本。戴高乐，法国最后的荣耀，他极力反对法国贝当政府的卖国行为。在1940年6月17号，戴高乐在送别了英国的斯皮尔斯将军时，在飞机起飞的最后一刻跳上了飞机的舷梯，和斯皮尔斯将军一起去到了英国。次日，在丘吉尔的支持下，戴高乐发表了告法国百姓书，向全世界宣布法国没有亡，也没有停止抵抗，同时要求还愿意反抗的法国士兵和他联系。这让当权的贝当政府极为憎恨。再过几天，到了22号，就该和德国签订投降书了。万一因为戴高乐的一番演讲让法国人民燃起斗志，这还咋投降？后面看来，这贝当政府担心是多虑了。戴高乐的演讲虽然起了些作用，在7月底有7000人拿起武器，愿意为自由法国而战。而在海外的殖民地，戴高乐的演讲就没什么用了，被殖民地当地的总督当成笑话来看。因为在当时，法国签订的是停战协议，而并非投降书，法国还有主权在手。德国还答应在战后将土地返还给法国。与其去帮助在1战胜利后背刺自己的英美，不如去帮助德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摆烂。反正自己都是这个样子，再也做不回欧洲的老大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法国当权政府阻止法国共产党上台。在投降之前呢，法国民调，法国共产党已经超过了当权政府。1战后的法国经济凋零，百姓贫苦，这就是要出现革命的征兆呀。而且在投降之前呢，法国内部一直有着法国共产党要革命的谣言。法国高层一想到俄国的下场，就浑身发冷呀。
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他们选择将国家托付给德国。投降并不是在战后如法频发的主要原因，而是他们在战后作为战胜国走向世界。因为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做的贡献比维希法国对纳粹的贡献要低得多。据悉，在二战期间有2万名法国人加入到德国军队当中，其中有一部分不是应征入伍，而是志愿加入，可见当时法国人心态的转变。在达喀尔战役中，维希法军差点干掉戴高乐，这属实让人感觉汗颜。维希法国动员法国人民在方方面面上为纳粹德国提供帮助，这也是纳粹德国能够进一步扩大战争的原因。法国赔偿德国的占领费，也让纳粹德国在经济上有了缓解。有这钱，情愿给德国，也不愿意抵抗。在军工方面呢，马力全开的法国对德国帮助也是极大。那为什么这样的法国在德军战败之后，不光是战胜国，还是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呢？那主要还是要归功于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对二战的贡献和二战后的局势。在二战后，美苏的崛起让英国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苏联在经济危机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虽然在二战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苏联地大物博，与众不同的体制让它在二战后崛起。美国在二战初期坐山观虎斗，直到珍珠港事件之后才宣布对法西斯开战。而在此之前，美国从经济危机中慢慢恢复了过来，而在军火生意上赚的也是盆满钵满。二战后的世界开始由美苏2国主导。在联合国成立时，英国想着要是只有我和美苏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以后一定会被这2个超级大国给赶出去的。为了更有话语权，他就把戴高乐的法国给加了进去，之后就形成了美苏英法中5个常任理事国。我们再来说回投降后的法国，为德国人加油助威的法国并没有逃过亡国奴的惨景。许许多多的青壮年如果不参军的话，就要被派去进行没日没夜的劳作。德国人可以用任何理由将法国人杀死，许许多多失去丈夫的法国女人为了家人，为了活命，只能委身于德国士兵。于是在战后出现了法国最应该被唾弃的一幕。在德国统治期间默不作声、装聋作哑的法国人，将那些为了活命委身于德国的法国女人剃光头，纹上纳粹的标志，游街示众。这些法国人不敢上战场和德国人交战，却在盟军胜利后对自己国家的女人下手。这也就有了在法国只有法国女人、外国人和矮子能打仗的儒法段子。法国女人是圣女贞德，外国人和矮子说的都是拿破仑。有人说，如果法国想让世界忘记二战法国的投降，只能在未来将入侵地球的外星人打出去。能不能打出去不知道，但先投降的一定是法国人。那么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